入冬以后养沙漠玫瑰，我们的沙漠玫瑰很容易出现烂根烂叶的情况，大部分原因就是我们浇水不当所导致的。所以如果你想要在冬天养好沙漠玫瑰的话，一定要记住有6种夺命水，浇错一盆都不行，只要您浇了，您养的花就会出问题，到时候后悔都晚了。大家好，这里是花花世界的频道，花花干啥啥不行，养多肉第2名。下面就来和我一起看看沙漠玫瑰冬天到底不能浇哪6种水吧。1. 喷水。好多人在养沙漠玫瑰的时候会害怕叶片干着，或者是植株上脏东西比较多，都会采用喷水的方法，也有的花友会采用喷水加上肥料让植物去吸收。这种办法在其他季节通风条件好的情况下可以进行，但是在冬天尽量的不要这样做，因为在冬天外界温度低，室内不能够开窗，整个环境不通风，喷上水以后，水珠长时间在上面不干，光照射到叶片上容易把叶片晒伤，因为会形成一个凸透镜，到时候叶片晒伤是不可恢复的。而且水珠水雾长时间附着在叶片上，还会导致出现烂叶的情况，所以千万不要去喷水。如果一定要喷的话，尽可能在通风的环境中进行。2. 浇水太多。在家庭中养花浇水一定要保证好频率。沙漠玫瑰作为一种多肉植物，原本就是不太需要浇水的品种，到了冬季休眠期，需水量就更少了。有的花友说我还是按照夏秋季节的频率浇水，这种说法是不对的。我们浇花要根据花盆土干的程度去浇水，如果土壤表面还很湿，那么你就不要浇水了。浇水以后，土壤一直处于很湿淤积的状态，必然会烂根，特别是冬天不通风，这样烂根的几率就会大大的提升。所以在养植物的时候，浇水一定要遵循见干见湿的原则。像沙漠玫瑰这种耐干旱的植物，土壤干到一半再浇水就可以了。如果你家温度比较低，沙漠玫瑰处于休眠状态，那不浇水也是可以的。3. 积水。这里所说的积水并不是盆土里边积水，是我们养花要用到底托，因为在室内如果没有底托，浇水漏到地上清扫起来不方便，我们就采用加底托的方法。每次浇水，水会留在底托里，但是底托千万不能积水，底托积水底部的根长时间在水里泡着，再加上天冷了，室内不通风，干湿循环慢，就容易烂根闷根，必然会导致植物死掉。所以说浇水可以，加底托也可以，但是浇完以后要记着把底托里的水全部去掉，这样保持底托干爽，底下的透气性好，根才不会出现烂的情况。4. 凉水。什么叫做凉水呢？我们喝的矿泉水，在室内静置的，这些都不是凉水，包括我们从暖水瓶里倒出来放到杯子里，在室内放的都不叫凉水。凉水指的是直接从井里或者是直接从自来水管里出来的水，因为我们整个环境温度冬天都会供暖，相对温度都在20度上下，温度是比较高的，直接从井底下抽出来的水，或者是从自来水管里边放出来的水，温度都有可能低于10度，甚至10度稍微多一点，温度比较室温还低的，这就叫凉水。因为冬天植物根系本身长势缓慢，又比较弱，浇上凉水很容易导致植物应激，让它出现烂根的情况。因此浇水的时候可以提前把水放出来放到室内，让水的温度跟空气的温度相接近，这样它花盆里的温度也差不多，浇上就不容易出问题了。过凉的水就不要浇，也不要去把水加热了再浇。5. 生肥水。在冬天，无论是开花植物还是观叶植物，长势相对都比较缓慢，因为它的根不能够快速生长，长得不好。我们浇水的时候尽可能不要去加生肥。什么叫生肥呢？就是我们吃的橘子皮泡的水，泡了几天直接浇，或者是用啤酒之类的，这些都是属于生肥。平时我们喜欢做一些自制肥料，这些肥料主要来源是厨余垃圾，不花钱，还能废物利用，拿来养植物非常不错。但这些没经过彻底发酵腐熟的肥水，在冬天就不适合拿来浇花了，因为生肥浇到土壤中，在土壤中发酵，容易出现烧根的情况。如果要施肥的话，我们可以用发酵1-2个月以上的彻底发酵好的肥料，或者卖场里能买到的营养液、复合肥水都是可以浇的，这些都是属于可以吸收的肥料。6. 阴阳水。这里所说的阴阳水也可以理解成半截水或者是一点水，有些花友浇水
感觉花渴了浇上点，直接浇上1丁点，这样土壤表面是湿的，底下是干的。也有的花友用土非常透气，比如兰花用兰花土，或者是在土里加了大量的颗粒，浇水的时候从一侧浇上，看到底部流出水来了，就已经浇透了，这都是不可取的。要么不浇，浇则浇透。一定要记住，对于土壤比较透气或者是颗粒比较大的土壤，我们浇水的时候转着花盆去浇，多浇上2-3次，等土壤彻底湿透了，就能够保证它的根不会出现干的情况。因为浇了阴阳水，一边有湿度，一边是干的，另外一侧的根必然会干枯，就容易出问题。要想在冬季养好沙漠玫瑰，你还需注意这4点。沙漠玫瑰是一种极具观赏价值的植物，粗壮的根茎，艳丽的花朵，总能给人带来别样的视觉享受。总的来说，沙漠玫瑰非常耐旱，因而是好养的懒人花，但它对寒冷非常敏感，要是冬季养护不当，很容易导致冻害，影响来年的开花。要想让沙漠玫瑰在来年更容易爆花，冬季养护时一定要管住手，避免不必要的操作。作为一位养沙漠玫瑰10年的资深花友，我总结了4个过冬攻略，太实用了。1. 控温是关键，温度低了，休眠可能变成休克。沙漠玫瑰本身喜欢温暖的环境，冬季一旦气温低于10摄氏度，它就会进入半休眠状态，生长速度变慢。如果温度再低，很容易导致冻伤，甚至死亡。在这里建议各位养沙漠玫瑰的花友，在冬季养护沙漠玫瑰时，最好将它移到室内向阳的地方，尤其是南向窗台，既能保证充足的光照，又能利用室内暖气维持温度。如果家里没有暖气设备，可以考虑用植物保温袋包裹花盆，或者在晚上用旧毛巾覆盖植株根部，减少寒冷对它的伤害。如果室外温度持续在5摄氏度以下，尽量不要再把沙漠玫瑰搬到室外晾晒，以免温差过大对植株造成不良影响。需要特别注意的是，控温的同时一定要注意通风，避免因闷热导致霉菌滋生。2. 控水要适度，喝多了反而容易出问题。冬季气温低，沙漠玫瑰的水分需求大大减少，这时浇水过多，根系不仅吸收不了，还容易因为盆土长期湿润而导致烂根。我的经验是，冬季对沙漠玫瑰的浇水频率大幅减少，一般每月只需浇水1到2次，每次浇水只需湿润表层土壤即可。判断是否需要浇水，这里推荐戳土测试法，用手指轻轻插入土中约2厘米，如果感觉干燥，就适当补水，如果还有潮湿感，则暂时不用浇。需要注意的是，浇水时间最好选在晴天的上午，这样可以让水分在温暖的环境下尽快被吸收，不至于让根部过夜时处于潮湿的状态。3. 光照是必不可少的，冬天也不能偷懒。沙漠玫瑰是典型的喜光植物，充足的阳光不仅能促进花芽分化，还能增强植株抵抗力。即便是在冬季，光照依然不能少。我每天早上都会把沙漠玫瑰摆到最阳光充足的位置，让它晒足日光浴。不过，冬季阳光虽然温和，但如果长期阳光不足，沙漠玫瑰可能会出现叶片发黄、掉叶的情况。对于北方家庭来说，如果室内光线条件有限，可以使用植物生长灯来补光，但要注意灯光与植株的距离保持在30厘米以上，以免灼伤叶片。4. 停肥是必要的，施肥反而会害了它。沙漠玫瑰冬季基本处于休眠状态，对养分的需求极低，这个时候施肥不仅不会促进生长，反而可能引起肥害。这里建议各位花友从入冬开始就可以停止施肥。如果感觉植株状态较差，比如叶片发黄或者根茎萎缩，可以选择喷施一些叶面肥，既能提供营养，又不会对根系造成负担。到了早春气温回升时，再逐步恢复薄肥勤施的养护方法。需要特别注意的是，冬季一定要避免使用农肥和生肥，这些肥料不易被吸收，容易在盆土中积累，影响植株健康。这4条过冬攻略不仅适用于沙漠玫瑰，对许多其他植物，比如长寿花和虎尾兰的冬季养护也有一定参考价值。如果你家里也养了沙漠玫瑰，不妨试试这个方法，给你的花一个更温暖的冬天。以上就是今天分享的内容。如果你还有其他冬季养护沙漠玫瑰的诀窍，欢迎评论区分享给花友。
如果对分享的内容有其他意见，欢迎及时告诉花花。喜欢花花的内容，请点赞、关注并多多转发。感谢观看，我们下期再见。